大学毕业之际，我那名为林若曦的女友突然向我提出了分手。她送给我一栋豪华别墅、一辆顶级宾利，还有1800万现金。随后冷冷地说道：“叶景琛，像我这样出身于特定家庭的人，恋爱和婚姻是有着明确界限的。如今我必须回去联姻了，你可明白？”而我当时完全陷入了茫然，满心疑惑地想要弄清楚，为何我们之间的感情就要就此终结呢？我的女友步入了订婚的殿堂，然而那未婚夫却并非是我。当我匆匆赶至订婚现场时，映入眼帘的便是台上的林若曦。她身着那高定的礼服，颈间佩戴着华贵的珠宝，那美丽之中尽显端庄之态。而与之相对而立的男人，看上去竟只有1.6米左右的身高，身形肥胖，脸上布满了油汪汪的痘痘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爆裂开来。我的女友竟要嫁给这样一个人！回忆起昨晚，恍若隔世。昨日我从实习的公司赶回别墅，便被林若曦按倒在床上。她俯身凑近，沙哑着嗓音对我说道：“老公，今晚别把我当作寻常之人。”接着我便好似被她吞噬一般。可等我苏醒过来，她却已杳无踪迹。她的手机号码变成了空号，微信、微博等社交媒体也都已注销。她就仿佛突然间从我的世界中消失了，让我猝不及防。随后她的律师登门而来，律师到来之时正值中午。他称林若曦特意吩咐过，务必要在中午前来，否则会打扰到我的休息。接着他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，我看着那份文件一脸茫然。这是一份赠与文件，上面写明林若曦自愿将别墅、宾利以及1800万的存款赠与我，当做大学4年恋爱的谢礼。所以他莫名其妙地将我甩了，还把我当作小白脸，砸下了钱财。可我根本不缺这些钱财，我与林若曦在一起时就曾对她言明。然而她却自信满满地对我说：“你再怎么有钱，也没我富有。”我也懒得去计较，谁让我深爱着她呢？可为何会突然间分手呢？昨晚她是那般主动，那般热烈，几乎一整晚都在诉说着她对我的爱，为何如今就要分手了呢？我让自己冷静下来，随后通过自家的渠道，很快便查得一清二楚。接着我来到了订婚典礼的现场，我看得出林若曦并不开心，她是被逼着与这个男人订婚的吗？亲一个！就在此时，不知是谁大声呼喊了一声，接着我便看到那个男人伸手要去拉林若曦的手，林若曦本能地往后退去，避让开来。男人顿时不悦，厚厚的嘴唇翻动着，唾沫横飞地说道：“这么快就把答应我的事情给忘了？”林若曦脸色惨白，却又向前迈出了一步，她一定是受到了威胁。我立刻挤开人群，对着林若曦大声喊道：“若曦，若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跟我说，别让自己为难。”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林若曦看到我后，那冰冷的眼眸中多了几分喜色，可随即又布满了冰霜。这小子是谁？男人怒视着我说道：“你叫我未婚妻叫得这般亲昵。”我刚要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却被林若曦打断了。林若曦蹙着那好看的黛眉说道：“她就是一条摇尾乞怜的狗，让人把她赶出去就好，不必理会。”摇尾乞怜的狗？我能感觉到所有投向我的目光中都已然充满了敌意。是啊，哪有摇尾乞怜的狗会被人瞧得起呢？可我并非如此啊。我与林若曦是在社团活动中相识的，当时我刚打完篮球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便偷吃了室友的零食。随后我的室友便调侃了我几句，并要求我叫他义父听听。室友之间闹着玩，我也没放在心上，而且真的叫了义父。当时林若曦就为我打抱不平了，她说不能因为人家穷就欺负人家，还说我不能偷吃别人的东西。总之她就是那种大姐大的个性，很喜欢主持公道。后来我变装穷扮可怜，天天缠着她，没过多久我们就在一起了，而且全校都知晓我被她包养了。别人总说她包养小白脸，我怕她丢面子，就告诉她其实我家很有钱，可她却并不怎么在意。总之我们在一起的4年，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爱情故事，但却爱得如胶似漆，甚至连我们之间都极少发生争吵。所以当她突然甩了我，我完全无法接受，一心只想弄清楚她究竟为何如此。我凝望着台上的林若曦，缓缓地朝着台上走去，可还没等我开口，那男人却突然出现在我眼前。他身形矮小，看向我时需要仰起头，而我也不得不低下头才能看到他。你他妈的竟然还敢上来！他猛地跳起来，想要扇我耳光，我连忙后退躲开，皱着眉头看着林若曦问道：“你跟我分手就是为了嫁给这样一个人？你别胡说八道！”林若曦快步上前，扬起手给了我一巴掌。那男人打我的时候我躲开了，但林若曦打我的时候我却没有躲避，只因她穿着高跟鞋，我担心她会摔倒。她都要嫁人了，我却还在为她着想，我是不是太卑微了？我摸了摸被打的脸，眼中已布满悲痛。你就是林若曦大学时的男朋友？男人走过来，轻蔑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一个靠女人养活的软蛋，也敢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傅少廷，我们傅家可是云城的首富。”我没有去看傅少廷，而是继续对林若曦说道：“一声不响的就离开了，这对我太不公平。”公平？别墅、车子、存款我都给你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别闹了，叶景琛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林若曦蹙着眉说道：“你清楚的，我这种家庭的人，恋爱和婚姻是要分开的。谢谢你这4年的陪伴，
但我的丈夫只能是傅少廷，明白了吗？我只问你，你是否爱我？我看着他说，对于豪门之间的联姻，我是很清楚的，因为我的父母就是联姻而成，但他们比较幸运，从小一起长大，顺理成章的恋爱了。至于我，其实我也面临着联姻的命运，但也可以不联姻，毕竟我家在水城的地位已经无需通过联姻来稳固了。哎，别闹了，叶景琛，我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大后要联姻，所以根本不相信爱情。和你谈恋爱，只是单纯觉得你长得好看，而且也足够穷好掌控罢了。林若曦讥讽的一笑，说道：“行了，现在你应该知道自己想要的答案了，那就离开吧。”原来，我所认为的如胶似漆的感情，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，而在林若曦眼中，我不过是一个拿得出手并且听话的小白脸，真是太荒谬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这样吧。尽管心中疼痛难忍，但我也能拿得起放得下。我看向林若曦，苦笑着说道：“那好，祝你幸福。”说完，我便打算转身离开舞台。林若曦紧攥了一下手，移开目光，没有与我对视。然而，傅少廷却拦住了我，讥讽地笑着说：“既然来了，那就留下来参加婚礼吧，否则就是不给我傅少廷面子。你就是不给我傅家面子，就是不给整个云城面子。你这么嚣张。”我笑了，类似的话我以前也听过，毕竟水城那么大，不是谁都认识我，难免会有人在我面前装腔作势。但随着我教训了几个不长眼的家伙，就再也没人敢这样和我说话了。傅少廷没有听出我言语中对他的轻蔑，反而拍了拍手，随后便有许多身穿黑西装的人走了出来，朝着台上围了过来。小子，今天只要我不高兴，你就别想走出这个屋子。傅少廷说道。林若曦连忙走过来，怒视着我说道：“赶紧滚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了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”傅少廷却冷着脸说道：“真以为我傻，看不出来你是在维护这小子。维护我？”我深深地看了林若曦一眼，发现他眼中满是担忧。或许他刚才的话只是在骗我。林若曦却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只是不想和以前的人再有任何牵连，而且今天是我们的订婚仪式，我的前男友算什么东西？以后要是传出去，你脸上有光吗？”他的语气又变得柔和了许多。“少廷，我是为你考虑。”傅少廷的脸色这才好了一些，但依旧说道：“我不怕没面子，因为在这云城这1亩3分地，我就是老大。”他指着我说道：“去台下观礼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似笑非笑地看了林若曦一眼，然后走下了台。我刚走下舞台，就立刻被4个身着黑西装的人给团团围住了。接着，他们不由分说地将我带到了角落的位置坐下。这架势明显是怕我逃跑啊！台上的傅少廷看着我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就乖乖在这儿观礼吧，没我的允许，你可别想走。”我微微一笑，回应道：“你现在不让我走，等你想让我走的时候，我可就偏不走了。”他听后脸色微微一变，随即林若曦便呵斥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我只是笑着，没再言语。他们既然想玩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傅少廷又接着说：“听说你是水城来的，不错不错，待会儿会有水城的大人物过来，都是水城的公子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也让你开开眼界。”我故作感激地说：“那可真是多谢了。”说着又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。这些人都很年轻，个个都趾高气昂的，一看就不是善茬。不出所料，肯定是傅少廷的狐朋狗友。其中一人嘲讽道：“小子，你说你活得好好的不行吗？”另一人接着说：“你还真以为林若曦能护住你？”还有人得意地说：“实话告诉你，今天就算你不来，少廷也不会放过你。他怎么会容忍睡了他未婚妻4年的男人还活在世上呢？”另一个人拿出手机晃了晃，说道：“我这儿有手机，要不要我帮你报警啊？”一群人肆无忌惮地嘲笑着。我低头摆弄着手机，懒得搭理这些人。不过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林若曦，她确实在护着我。订婚典礼很快就结束了，接下来便是宾客们吃饭喝酒、联络感情的环节。傅少廷带着林若曦挨个桌子敬酒，那些人对傅少廷都是阿谀奉承的样子。我趁着空当，大致了解了一下云城的傅家，虽说被称为首富倒也不假，但却没什么深厚的底蕴，算是暴发户吧。他们傅家能崛起，是因为在水城有关系，然后在云城拿到了很多大项目，这才一跃成为云城首富的。不过他们傅家始终没能挤进云城的世家圈子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来的人要么是依附傅家的一群人，要么就是林若曦家的宾朋。至于林若曦家在云城算是世家，但已经没落了。林家与傅家的联姻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。傅家想要的是挤进世家圈子的入场券，娶了世家女就相当于拿到了门票，而林家想要的无非就是钱财，想借此东山再起。像这种联姻，我从小到大见得太多了，所以并不觉得奇怪。其实回顾历史，历朝历代也有太多类似的事情发生。联姻向来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。这时，一个看上去只有16、17岁的小姑娘坐到了我身边，她长得甜甜的，脸上还有些婴儿肥，特别可爱，而且她的眉眼之间与林若曦有几分相似。她轻声说道：“我叫林若欢，你前女友的亲妹妹。”接着，她严肃地看着我，说道：“从现在起别说话，跟我走。”她的声音虽然很可爱，但语气却冷冰冰的。说着，她就拉起了我的手，我却没有动，而是问道：“
你姐让你来帮我。”他皱着眉头说：“你觉得呢？赶快跟我走，不然你就走不掉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几个黑西装已经围了过来。林若欢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松开我的手，坐在一边，不再打算离开，因为他也知道走不掉了。他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不该来的，如果不是你，其实我姐也不用非得嫁给那个矮粗胖。”为了我心中诧异，还没等我发问，就看到宴会大厅起了骚动。傅少廷和林若曦也向宴会大厅门口走去，同时示意所有人都站起来。接着，我看到宴会大厅走进来7、8个人，有男有女，都很年轻，但气质却很沉稳。尤其是为首的那个人，不过20出头，却气势不凡。傅少廷立刻迎上前去，伸出手想要与那为首之人握手。顾燕岭却没有与傅少廷握手，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而是仔细地打量了林若曦一番后，这才开口问道：“你叫林若曦？”林若曦愣了一下，随后点了点头。顾燕岭的态度缓和了一些，带着笑意说道：“他藏得可真深啊，不然我们早该认识了。”傅少廷以为这个他说的是自己，正纳闷自己什么时候藏起来了呢。然而他并未过多思索，转而对众人言道：“诸位，这位便是水城顾家的顾燕岭，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太子爷呢，且顾家乃是我们云城傅家最为依仗的存在。”其余人立马谄媚地鼓起掌来，那激动的神情简直呼之欲出。傅少廷却瞧见我依旧安坐在沙发上，怒目而视地对我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哪来的胆子，竟敢还坐着？”林若曦也赶忙说道：“叶景琛，赶紧给我站起来！”众人的目光再度聚焦在我身上，并且个个都笑得不怀好意。在他们看来，水城的太子爷来了，我却不起身相迎，这分明就是不给面子。那接下来就得遭殃了。可我依旧稳如泰山，只是笑着对顾燕岭说道：“我非得站起来吗？”顾燕岭愣了片刻，随后揉了揉眼睛，接着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，紧接着脸色大变。傅少廷阴恻恻地说道：“燕岭，这小子是我未婚妻的前男友，说白了就是条哈巴狗。我把他留下来，就是想搞个热闹的节目。我不是有个狗场吗？我寻思着把这小子丢给那些猎犬去。”林若曦面色惨白，咬着牙说道：“傅少廷，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我是答应过你，只要你嫁给我，就不会为难他。但他自己送上门来，让我丢了面子，我为何还要放过他？”傅少廷发出一声冷笑。林若曦什么都没说，径直朝我走来。他走到我跟前，摇头苦笑，眼中却已然满是眷恋。“你呀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省点心啊？”我站起身，冲他咧嘴一笑，那笑容正是他最为喜爱的阳光灿烂的模样。“你就别数落我了，倒是你，什么时候才能相信你男人很有本事呢？”我拉起他的手，将他拥入怀中。他用极小的声音说道：“景琛，我恐怕护不住你了。如今你唯有挟持我，才有机会离开这里，然后带着我给你的钱远走高飞吧。”我无奈地笑了笑，他还是不相信我，是我隐藏得太深了吗？而就在此时，身旁的黑西装们已经开始朝我逼近，但宴会大厅的服务人员也纷纷围拢过来，他们将黑西装阻拦住，黑西装要是反抗，就立刻被撂倒在地，并且整个宴会大厅的富家保镖几乎在这一刻都被制服了。场面的突变瞬间让宴会大厅内的所有人都惊呼出声。林若曦也显得十分茫然，拉住我就要跑：“我们走。”“不用走。”我拉住他，按着他的双肩，将他按在沙发上，接着我也在他身前坐下。我靠在沙发上，翘起二郎腿，那看似轻佻随意的坐姿却让人不敢小觑。林若曦怔怔地看着我，就好像从未认识过我一般，因为在他眼中，我一直都是个性格开朗、阳光明媚又温柔体贴的男人。他从未见识过我的锐利锋芒。傅少廷愣了许久，这才开口道：“小子，你不想活了？这可是我云城，是我的地盘。我明白了，林若曦给了你钱，你就用他给你的钱请来这些人捣乱是吧？”傅少廷指着我的人说道。在我踏入宴会大厅的前1个小时，我的人就已经悄然替换了这里的服务人员。常言道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没有十足的准备，我又怎会大摇大摆地出现呢？傅少廷又对身旁的顾燕岭说道：“燕岭，把你的保镖借给我用用，我要弄死那个小白脸。”顾燕岭什么都没说，而是径直走到我面前，然后弯腰行礼：“小琛哥。”顾燕岭的态度极其谦卑恭敬，他带来的其他人也都纷纷对我弯腰行礼。我只是微微一笑，并未回应。而这一幕却让所有人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傅少廷更是跑过来问道：“燕岭，你这是？”啪！顾燕岭一巴掌抽了过去，怒视着他说道：“你以为我今天来是帮你的？我刚刚才得知，你竟然敢抢我小琛哥的女人，我特意来收拾你的。”啊！傅少廷捂住脸，那张油腻腻的大脸上写满了疑惑。“水城叶家，你没听说过吗？”顾燕岭又说道。傅少廷面色瞬间变得苍白，颤抖着问道：“你是说叶景琛是水城叶家人？不仅是叶家人，而且还是叶家唯一的继承人？”顾燕岭冷冷地说道：“哎，这林若曦到底咋回事啊？有这么个男朋友，咋还被傅少廷给威胁了呢？”周围人的议论声让林若曦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她满脸疑惑地盯着我看了好久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。我无奈地说道：“我跟你说过好多回我家多厉害了，可你就是不信呀。反正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，
也就懒得再跟你说了，毕竟等结婚了你总归会知道的。谁能想到你这傻丫头，为了保护我差点就被猪给拱了呢。林若曦又哭又笑，小拳头不停地捶打着我。我把她搂进怀里说，你想想啊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家世又好，上大学这4年咋就没人敢追你呢？都是你搞的鬼。林若曦惊讶地看了顾燕岭一眼，说道，可是他刚才不是说你把我藏得可严实了吗？他们都知道你，但没得到我的允许，谁敢跟你有交集啊？那些想追你的人早就被我安排的人给拒绝了。我们住的那别墅是你买的，不过别墅里的保姆、司机、园丁、厨子可都是我的保镖哦。学校的校工还有我的室友，甚至你闺蜜也都是我从小培养的伴读，一直跟在我身边呢。我叹了口气说，其实我没跟你说实话，除了你不信之外，也是怕你知道了有压力。我真该早点告诉你的，这样你就不用被人威胁了。而且我压根就没把林家放在眼里，没去做过多的调查，不然哪还有傅少廷什么事啊？不就是想让没落的林家重新崛起吗？对我们叶家来说，那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儿罢了。现在嘛，可得好好收拾收拾傅少廷了。傅少，你可真够狂妄的啊！我笑着说道。傅少廷双腿一软，直接就跪了下去。他不停地磕头，一边说着，叶少，我真不知道您的身份啊，要是知道我哪敢啊。而他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神里分明藏着怨恨。我看了林若曦一眼，问道，有没有吃亏？林若曦摇了摇头，说道，天亮了才把你哄睡着，我就赶紧赶回来参加订婚宴了，他没机会让我吃亏。我点了点头，然后站起身来说，那就先这样吧。在这豪门世家之中，想要做什么，可不能只是喊打喊杀的。离开宴会大厅后，我们去了林家。林若曦的父母在宴会大厅就已经见过了，当时他们没跟我多说什么，可当我出现的时候，却都一副瞧不起我的模样。但当他们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，我却能看出他们很激动，只是强忍着罢了。我当然明白，他们这是故意装出一副深沉的样子，生怕被我小瞧了。当然啦，这些都无所谓了，因为林家的层次实在是太低了，低到我都懒得去揣摩他们的心思。我坐在林家的客厅里，对面是林若曦的父母，身边是林若曦。至于顾燕岭他们，被我打发走了，也不知道跑去哪玩了。我语气平淡的开口说道，林家想要重新崛起，这没问题，给我半个月的时间。林父却突然说道，其实我们林家是想进水城的。我抬手打断了他，说道，叔叔您想要让林家门楣光耀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步子迈得太大了，容易出问题啊，还是慢慢来吧，得循序渐进嘛。林母皱着眉头说，嫁给傅少廷，林家就能立刻进水城，走的是顾燕岭家的关系。你们叶家比顾燕岭家还厉害，怎么就没办法让我们林家进水城呢？林若曦为难地说，爸妈，这件事听景琛的，别再说了，你还没嫁人呢，就胳膊肘往外拐了。林母一拍茶几，说道，小叶，我今天就把话搁这儿了，如果不能让林家立刻进水城发展，那这婚事就免谈了。怪不得林家会没落呢，这两口子真是没什么见识。我正想再说些什么，却被林若曦握住了手。林若曦认真地说道，爸妈，我们林家根本就融不进水城的圈子，就算靠着景琛家勉强挤进去，也会被人轻视怠慢，甚至还会被当作攻击景琛家的软肋，拖累景琛家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沉下心在云城好好发展，多做10年就能进水城了。你再教训我，我可是你爹！林府怒喝道。林若曦也生气了，爸，当年要不是你一意孤行，林家就不会被骗，就不会没落，爷爷也不会死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然后他拉起我就走，一边说道，我们走，他们没脑子，说不通。这才是我所认识的林若曦，做事情果断且正确。去酒店的路上，我问他林家被骗的事情，他简单的给我讲了讲，大概就是有个在水城认识几个人的边缘人骗他爸去投资，说要是成了就能进入水城之类的，当时全家都反对，但他爸就是不听，结果差点就倾家荡产了。从那以后，他爸就像着了魔一样，时时刻刻都想着要进入水城。进水城在一些地方世家的眼中真的可以算是一种执念了，然而真正能够从地方进入水城并且站稳脚跟的几乎是没有的，因为每个圈子都具有排外性，尤其是水城独享着最尊贵的资源，自然不想让别人染指。但是几乎每年都有水城的人以进入水城为诱饵来钓鱼，就好比那顾燕岭，他的目标直指傅少廷家。彼时看来，傅少廷乃是云城的首富，然而那实则只是个徒有其表的空壳，傅家所赚之钱大半都流入了顾燕岭之手。这些话语在前往酒店的途中，我也向林若曦倾诉了，她听得极为专注，却始终缄默不语。抵达酒店后，她依偎在我怀中，而后说道，景琛，你如今这般模样，我仿佛从未真正认识过你。先前的你就如同长不大的大男孩，如今却又显得这般睿智，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你？皆是我，与你相伴，我才最为纯粹。至于你所言的睿智，其实不过是处世之道，自幼耳濡目染罢了。我微笑着说道。林若曦点点头，随即又摇摇头道，我才不感兴趣呢，我这般拼命是因为林家没有能独当一面的人，如今有了你这个靠山，我何必再去拼搏？他说的确实在理，有了我便无需他再去拼搏了。天色渐暗，顾燕岭派人来接我们，我们驱车前往郊外，
此处有个狗场，正是傅少廷的。所谓的狗场，实际上是斗狗场。之所以来到此地，也是事出有因，乃是傅少廷与林父林母三人昏了头，竟妄图将我擒获，以此要挟叶家，以谋取私利。只是傅少廷派人抓我之时，便已被顾燕岭的人抓获，并带到了此处。我坐在看台上，前方便是斗狗场地。傅少廷被丢在里面，浑身是血，对面是一条被绳子拴着的土佐犬，而在我身旁是战战兢兢的林父林母。我着实未曾料到，他们二人竟会愚蠢到要绑架我。林若曦更是气得浑身发抖，咬着牙道：“你们到底在想些什么？即便此刻将景琛绑了，让你们得以进水城，日后就不会遭报应了吗？怕什么？到那时木已成舟，我们林家已然进水城立足。你又是叶家的儿媳，他们叶家还真敢为难我们。”林父咬着牙说道。林若曦被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安抚他，接着对林父说道：“你或许不了解顶级圈子的玩法，倘若你真的危及到我的性命，那么我的父母将不会再顾及我是否钟情于谁，他们会直接越过我，让林家彻底消失，包括你女儿在内。”这番话听起来残酷至极，但这就是现实。我的父母甚至不会让林若曦存活于世，只因他们担心林若曦会寻仇，这便是隐患。叶少，我知道错了，给我个机会。傅少廷扯着嗓子大声呼喊，而那土佐犬的绳子已然断裂，他的声音也戛然而止。我并未让林若曦继续目睹这血腥的一幕，起身便离开了。林父林母也欲离开，却被我拦住了。我看着他们说道：“你们好好看着，然后给我写1万字的观后感，写得不够深刻就继续看，反正还有很多富家人，我必须让他们明白该如何做好我的岳父岳母。”半年后，我与林若曦毕业，接着我们一同返回水城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世纪婚礼。